草莓威士忌泡酒的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总脂含量偏低，但路酒检测标准里总脂限于酒精度大于25度的路酒，而我们的酒精度是22.8，所以总脂含量理论上可以不做判定。然而当酒精度小于等于24的时候，需要按照国标2758来执行。于是我又送过去3瓶检测沙门氏酒和金黄色葡萄酒酒，10天后收到结果，符合要求，所以这批酒从理论上讲是合格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泡酒的度数高于25度，那总脂含量就是不合格的，那么就是不符合标准的吗？抱着这个疑问，我又分别查了伏特加、威士忌和白酒对总脂的要求，发现我们白酒的要求是大于等于某个值，而伏特加和威士忌的要求是小于等于某个值。总脂含量的指标在构成我国白酒独特香气中起到重要作用，而伏特加为多次蒸馏而得的最纯净的酒，所以总脂含量越小越好。而威士忌大约70%的香气都来自于橡木桶的浸泡，橡木桶滋味是否会改变总脂含量，以后再做实验，但水果香气在改变总脂含量上作用微乎其微。这次泡酒又带出来几个疑问，以后慢慢解决。这几天我会分装酒，筛选并逐个联系以前填过表的粉丝，随后邮寄给大家免费品尝。今天我用6款酒来泡胭脂梅。去年测试过青梅、小黄梅和胭脂梅，相比较来说，胭脂梅前口的梅香和口腔中的厚重感是最丰富的，而且颜色也是最漂亮的。所以今年只用胭脂梅来做不同酒的口感测试。首先倒入晾凉的开水，然后撒一些盐，搅拌均匀，浸泡大概半个小时，清理干净，捞出晾干。梅子用牙签扎眼，这样可以更快更好的浸泡出口感。干净的瓶子我一般先用少许酒再冲洗一下，才放入水果。每瓶放入胭脂梅120克，冰糖16克，然后倒满对应的酒，大约200克左右。最后把自己打印的标签剪出来，贴在每一个瓶上，以做好区分。因为梅子的酸爽会带来一种类似直击灵魂的穿透力，口感非常美妙，所以梅子酒是市面上最常见的果酒。这次6款胭脂梅泡酒的开封视频还得辛苦大家等半年后才能看到。去年的胭脂梅泡酒我只用过二锅头和伏特加，口感都非常不错。我今年期待其他的几款酒能出现有意外惊喜的口感，还有前几天胭脂梅加乌梅的组合，我也期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。胭脂梅泡酒的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先说坏消息吧，总酸和总脂2项指标不合格。不过好消息是解决方法很简单。先说总脂，我们的检测结果是0.18，国标规定是大于等于0.35，造成低于国标最大的可能是基酒的总脂含量低。这个简单，我装100毫升原酒去检测一下就清楚了。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有，兑水。因为稀释之后酒精度就会降低，路酒里的总脂限于以蒸馏酒为基酒，且酒精度大于25度时才需要检测。这次的酒精度是25.2，降度之后就避开了这个问题，而且总脂对口感的影响不大。再说第二个问题，总酸，我们的检测结果是18.1，国标规定是小于等于6。我们都知道梅子是特别酸的，如果梅子的总酸过高，那有可能就是导致总酸超标的原因了。这个也简单，检测梅子的总酸即可。我找到之前冷冻留样的梅子，打包100克一起送去检测。那怎么弥补呢？还是兑水，用1分的酒加2分的水，理论上总酸会从18降低到6左右。先品尝一下，梅子的酸爽感降低了很多。个人认为梅子酒最有意思的那股酸爽的穿透力没有了，喝起来变得很平庸。再对比一下，感觉稀释后的梅子酒像丢掉灵魂一样，这个对口感的影响就非常大了。我经常会买各种酒来借鉴学习，于是选一瓶口感酸度最大的梅子酒，也检测一下它的总酸含量，以做参考。好了，一共4份需要检测的产品，结果出来后我们再做分析。检测需要大概10来天，所以先跟大家汇报一下，也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。
想品尝稀释过的梅子酒呢，还是原来酸度较高的梅子酒呢？我们开封杨梅泡酒，有人说杨梅不用清洗，我是用盐水浸泡之后清洗晾干，因为我在北方的超市买的杨梅，明显看到里面有小虫子，所以我清洗了一下。酒体的颜色很清透，红色里透着一点紫色，入口是很清爽的水果感，口腔中有比较浓郁的杨梅鲜味，后口味道不太浓烈，但回甘来的特别快，回甘中杨梅的味道又浓郁了一层，而且回味时间也拉长了很多。泡完的杨梅还有颜色，我这瓶泡了3个半月，如果泡到6个月左右的话，杨梅的鲜味和浓郁感会更胜一筹。这款酒中杨梅的水果鲜味被提炼得非常到位，所以个人感觉杨梅泡酒5星。我们开封杨桃橙子泡酒，酒体是淡淡的浅紫色，闻起来是橙子的香气，酒体入口没有明显的果味，但有一种吸引人的酸爽感，让你特别期待它中调的口感。随之而来的是橙子的果香，还有杨桃带来的酸爽和酸甜感，回味时又会有一丝橙子的香气，蓝莓带来的浅紫色也略显高级感。这款酒整体比较独特，刚入口时会让你有所期待，接着很快就喝到了想象中的味道。单论口感，个人感觉是5星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喝完之后舌尖会有一点涩涩的感觉，是因为酒把杨桃里的草酸也溶解了出来。所以经常说喝杨桃泡酒有风险，确实是存在的。在泡酒时，杨桃一定要少加或者不加，身体在这方面有禁忌的人群一定切记不要喝哦。